1482年，30岁的里奥纳多·达文西带着一封精心撰写的信，从佛罗伦斯出发，前往米兰。收信人是米兰公爵卢多维科·史佛萨，人称摩尔人，因为他肤色偏深，气质阴郁，权谋深算，是当时意大利最有实力的诸侯之一。这封信后来成了历史上最有趣的求职信之一。达文西在信里用了整整10个条目，把自己描述成一位全方位的军事工程师。他说，他能设计可在战场上快速架设的轻型桥梁，能制造各种工程器械，能挖掘敌人察觉不到的秘密地道，能建造装甲战车，能设计舰炮，还能制作投石机。洋洋洒洒，全部是兵器与工程，一个字都没有提到绘画。直到信的最后，他才像是忘了什么似的补上一句，他说，在和平年代，他也能胜任任何建筑设计，也能进行雕塑创作，还可以画画。就这样，世界上日后被公认为最伟大的画家之一，把绘画当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带技能，排在军事工程师这个主要身份的后头。卢多维科公爵看完这封信，决定接见他。那次会面的细节没有完整记载，但结果是明确的，达文西留下来了，而且一待就是17年。米兰这座城市成了他人生最长的一段驻留，也是他创作力最为爆发的黄金时期。在米兰的最初几年，达文西的身份有点像是今天所说的宫廷创意总监，什么都管，什么都做。他帮公爵设计宴会的布景和机关，规划节庆游行的服装和道具，设计宫殿的室内装潢，甚至连公爵宴请宾客时的餐桌摆设，他都有参与。他同时也担任音乐家，他是一位技艺精湛的鲁特琴演奏者，据说他的琴声让听过的人都难以忘怀。有一个关于他音乐才能的有趣故事。当年洛伦佐·德·美第奇，也就是佛罗伦斯的伟大的洛伦佐，要派遣使节去米兰拉拢关系，送上一份礼物。他选择把达文西送过去，附带一把达文西亲手制作、造型像马头的银质鲁特琴。意思很清楚，这个人本身就是最好的礼物，他的才艺比任何金银财宝都更有说服力。除了艺术和音乐，达文西在米兰也开始了他最重要的科学研究。他研究水流、地质、天文，开始大量解剖动物和人体，把观察结果全部记录在那些用镜像文字写就的笔记本里。米兰公爵对这些研究兴趣不大，他更在乎的是节庆有没有够壮观，城堡有没有够坚固。但达文西并不介意，他白天满足宫廷的需求，晚上就在烛光下把自己的思考一页一页地记下来。这种双轨并行的生活，在许多人看来是一种浪费。一个天才把时间花在布置宴会桌上，怎么说都有点可惜。但达文西自己大概不这么认为。他从宴会里研究人群的表情和动作，从节庆服装里思考材料的纹理和色彩，从城堡的工程讨论里累积对力学和结构的理解。对他来说，每一件事都是观察的机会，每一个场合都是学习的课堂。在米兰的17年里，达文西设计的机械数量庞大，种类惊人。他的笔记本里有飞行器，有坦克的雏形，有太阳能级热镜，有自动行进的车，有可以在水下呼吸的装置，有机器人骑士，甚至还有一个能够自动演奏的管风琴。这些设计中有很多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只是受限于当时的材料和制造工艺，没有办法实际制作出来。其中最让后世叹为观止的是他的飞行机器研究。
他观察鸟类飞行长达20多年，画下了数以百计的鸟翼运动分析图，试图找出让人类也能飞起来的数学法则。他设计的扑翼机靠飞行员趴在中央平台上，用双腿和双手同时操控翅膀。他甚至详细计算了起飞所需要的推力和速度，那些数字放在今天给航空工程师看，依然有其逻辑。还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设计是他的装甲车。那个造型像乌龟壳的战车，四面有炮口，可以全方位射击，靠内部人员踩踏齿轮前进。几百年后，人们发现它的设计图里有一个明显的错误，装甲车的齿轮设计让车只能往后退，完全无法前进。有学者认为这是达文西刻意为之，因为他一向不喜欢战争，也许他故意在设计里埋了一个让武器无法使用的破绽。这个说法无从证实，但如果是真的，那也太达文西了。在所有的机械研究中，他对水的痴迷尤为突出。他研究过水在各种条件下的流动方式，画过数百张水流漩涡的素描，设计过运河疏浚机、挖泥机、水力驱动的纺织机。他相信，理解了水的运动，就等于理解了自然界最根本的力量之一。这个信念后来延伸到他对人体血液循环的研究，他开始把心脏想象成一个水泵，把血管想象成河道，这种类比在当时是革命性的思维。在米兰，达文西的解剖研究进入了最深入也最系统化的阶段。他想了解人体，不是为了画得更像，而是因为他真的想知道这台由骨骼、肌肉、血管和神经组成的机器是怎么运作的。在那个年代，解剖人类尸体是被教会明令禁止的行为，被认为是对上帝创造物的亵渎。达文西只能在夜间偷偷进行，主要借助医院里的关系，取得无人认领的尸体。他在笔记里描述过那种工作环境，尸体在腐烂，气味令人作呕，蜡烛的光线摇摇曳曳，他必须在黑暗和恶臭中一刀一刀地切开，仔细辨认每一块肌肉、每一条神经、每一个器官的形状和位置，然后凭着记忆和当场的素描，把那些细节全都记录下来。他一生解剖的人体超过30具，加上大量的动物解剖，他对人体结构的了解程度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大多数医生。他画的人体解剖图精确程度令人难以置信，那些图纸到今天仍被医学院拿来当教材，或是印在解剖学的封面上，因为它们不只是科学图表，也是艺术杰作。在解剖研究中，他有一个特别着迷的发现，人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像是一个精密的机械装置。手指的关节系统像杠杆，肌肉的拉力像绳索，骨骼像支撑结构，心脏的跳动像是一个永不停止的泵。他开始在笔记里把人体图和他设计的机械图并排放在一起，试图找出两者之间共同的数学规律。那个想法放在今天叫做生物力学，但在500年前，那只是一个天才在黑暗解剖室里一个人的呢喃。大约在1490年，达文西画下了他一生中最被广泛复制的作品，那幅后来被称为维特鲁威人的素描。一个男性裸体，双臂和双腿同时张开成2个姿势，精确地内切于一个圆形和一个正方形，四肢的端点刚好碰到2个几何图形的边缘，分毫不差。这幅图的灵感来自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著作。维特鲁威在书里提出，完美的人体比例应当能够同时符合圆形和正方形的几何关系，但他只是用文字描述，从来没有画出来。
达文西读到这段描述，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把它视觉化，并且用实际的人体测量数据来验证它。他测量了大量真实人体的比例，记录了脸部的长度、手臂的宽度、腿的比例，再把这些数据叠加计算，找出能够同时满足圆形和正方形的那个完美比例。那幅图不只是一张素描，而是一道几何学的证明，也是达文西对艺术及科学、科学及艺术这个信念最有力的宣言。几百年后，这幅图被印在了意大利的1欧元硬币上。每当你在欧洲咖啡馆用1枚小小的硬币换一杯浓缩咖啡，口袋里躺住的就是达文西在500年前的解剖室与计算桌之间用无数个不眠夜推导出来的宇宙秩序。1495年，米兰公爵卢多维科委托达文西为圣母感恩教堂的餐厅绘制一幅巨型壁画，主题是耶稣和12门徒的最后晚餐。这幅画后来成了西方艺术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它的创作过程简直是一场让所有人都头痛的传奇。壁画的高度将近5公尺，宽度将近9公尺。达文西要在一整面餐厅的墙壁上同时呈现13个人不同的情绪。更让教堂的修士们崩溃的是达文西的工作方式。他常常一大早就出现在教堂，对着墙壁凝视几个小时，一笔都不画，然后突然拿起画笔，在某个细节上改动几下，又放下来继续发呆。有时候他会连续几天不出现，然后有一天突然冲进来，画个几笔就离开。修道院的院长忍无可忍，跑去向公爵投诉，说这个画家到底在搞什么，委托了他这么久，画还没完成。达文西听说院长投诉之后，对公爵解释说，他正在思考犹大这个角色的脸应该画成什么样子，他找不到一张脸能够表达出那种出卖朋友的邪恶，而且他补充说，如果院长再催他，他就把院长的脸画成犹大。那个说法传开来之后，院长再也没有去投诉过。最后的晚餐完成于大约1498年，距离动工将近3年。这幅画的构图在艺术史上被反复研究和赞叹，因为它几乎完美地解决了一个极度困难的问题：如何在一个静止的画面里同时呈现13个人不同的情绪反应。达文西选择描绘的那个瞬间，是耶稣说出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之后的那一刻。每个门徒的反应都不同，有人震惊，有人愤怒，有人悲伤，有人困惑，有人在互相询问，有人在否认。这12种情绪全都在同一个画面里同时爆发，却没有任何混乱感，因为达文西用光线、姿态和手势把整个构图精确地组织成了一个视觉上的交响乐。这幅画里，透视线全部汇聚在耶稣的头部，让观看者的视线自然而然地被引导到整幅画的中心。耶稣的头部后方是3扇窗户，窗外的光线从背后照来，让他的轮廓带着一种柔和的光晕。那个效果在达文西之前从来没有人这样用过。多年后，有一个音乐研究者声称，如果把最后的晚餐里的面包和手的位置对应到五线谱上，可以得到一段40秒的音乐旋律。这个发现在学术界被认为过度解读，但它流传出去之后，让这幅已经非常著名的画又多了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谜。达文西大概乐见其成，毕竟他本人也是一位音乐家，他知道最好的艺术永远有说不完的话。1499年秋天，法国国王路易12率军南下，攻入米兰。卢多维科·史佛萨公爵仓皇出逃，他统治米兰长达10几年的时代，
在7天之内土崩瓦解。达文西在米兰17年精心建立的一切，包括宫廷的地位、工作室的资源，那座他本来打算设计成全世界最大的骑马雕像，全部在这场战争里成为泡影。那座骑马雕像是达文西在米兰最宏大的未竟之梦。公爵要他为自己的父亲法兰契斯科·史佛萨制作一座青铜骑马像，高度要超过7公尺，比当时任何一座同类的雕像都更大。达文西花了将近15年研究这个案子，制作了大量泥土模型和设计图，用来研究如何铸造出如此庞大的青铜雕像而不让它崩塌。他最终完成了一个真人大小7倍的泥土模型，放在公爵广场上供公众观赏。佛罗伦斯和整个意大利的艺术家看了都叹为观止。然而，就在达文西准备铸造的时候，米兰局势紧张，公爵决定把原本要用来铸造雕像的青铜全部熔掉，制成大炮。等到法国军队攻入米兰，法国士兵把那个巨大的泥土模型当成靶子，用弓箭把它射得千疮百孔，最后在风吹雨打中慢慢坍塌。达文西15年的心血就这样消失了。47岁的里奥纳多带着他的学生和笔记本离开了这座生活了17年的城市。他在离开前把工作室和居所的一切清理好，把莫完成的作品妥善保存，再一次踏上了漂泊的路。外人看来，这是一个失意的中年人在逃离，但达文西的笔记里没有一字一句是绝望的。他继续画图，继续写计算，继续记录他观察到的一切，好像那场战争只是改变了他的地址，并没有改变他心里的那个宇宙。米兰的17年是达文西人生中最丰沛也最复杂的一段。他完成了最后的晚餐，画下了维特鲁威人，解剖了数十具尸体，设计了数百种机械，写下了他最重要的几千页笔记。同时，他也留下了那座永远没有被铸造出来的青铜马，和那幅从完工的那一刻就开始剥落的湿壁画。他在米兰期间开始撰写基部论著，分别关于绘画、建筑、人体解剖和水利工程。这些论著他从来没有完成，只留下了大量的草稿和片段，散落在他那些镜像书写的笔记本里。后人用几百年的时间，把这些片段拼凑成了几本书，其中绘画论被认为是西方美术史上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在米兰，他也培养了他最重要的几个学生和助手，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安·贾科莫·卡普罗蒂。达文西给了他一个绰号叫萨莱，意大利文的意思是小魔鬼，因为这个男孩从小就爱说谎，爱偷东西，爱惹是生非。达文西在笔记里把萨莱的种种劣行全都详细记录下来，语气里却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包容，好像在写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那种语气比任何一篇关于师徒情的文章都更真实。离开米兰的达文西，接下来的人生还有整整20年。他会辗转佛罗伦斯、威尼斯、罗马，会画出蒙娜丽莎，会和米开朗基罗在同一座城市里互相较劲，最后会跟着一个法国国王在异乡走完他的最后一程。那些故事在第3部里我们再继续说。如果喜欢这个影片内容，请订阅、分享并按下小铃铛，这样有新的影片才可以第一时间分享给你。你的支持是我制作影片的动力，我们期待下次见。